废灵根，滚滚！无灵根下去。聋了，无灵根就是无灵根，你把手摁烂了也测不出来，别挡后面的路。我能吃苦，做门杂役也行，扫地也行，干什么都行。年年都有你这样的，满脑子仙缘。哼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凡人就是凡人，仙道跟你没关系，回去种地吧。好。一大不慢，你疯了！我李长生求仙之心，可见日月。若青云宗不收，我就死在青云宗门口。死在山门口？若是传出去青云宗凡人求仙服毒自尽，我这管事还干不干了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子拖走，扔远点，别死在山门口，晦气！等等，陈管事，这人给我吧。赵执事，你要他干嘛？一个毒发将死的凡人。废丹房上个月又没了2个杂役，活没人干。这人既然不怕死，就让他去扫地。活过来是他命硬，活不过来也省了一副棺材。随你，别死在大路上就行。不能闭眼，闭眼就再也醒不过来。又一个短命鬼。22年，总算进来了。什么东西？他在吃毒。这是灵力。没死。废丹。对别人来说这里是毒窟，对我来说却是粮仓。不知道这东西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极限在哪儿。搞清楚之前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还没死？没搞清他的来意之前，先低头。脉还在跳，吞了5、6片七煞毒蔓，居然扛了一整夜，有意思。行，命硬就留着使。明天辰时，把这间房从头到尾扫一遍，所有废丹分门回类，按毒性从低到高码整齐，完不成断粮3天。按毒性分类，分类之前
得先尝尝味道才行。就扫了这么点儿？弟子昨夜中毒刚醒，手脚还发软，这些废丹毒性不一，不敢乱碰。哼，怕毒？怕毒你当什么废丹房杂役？哼，带上。泡过淡化灵液，能挡3天低阶丹毒。3天后灵液散了，手套就是块破布。你还活着的话，自己想办法。多谢指示。他不是在检查，他在找东西。规矩说清楚。废丹房每月初1由内门丹阁统一投放废丹，你负责分类登记。黑渣到坑里填埋，碎丹装罐封存，液态丹毒引入后院废池。2条铁规：第一，不准私自进入后屋暗室，里面存的是筑基期以上的高阶废丹，你一个凡人碰到就死。第二，不准和任何人提起废丹房里的情况，有人问你就说都是毒渣和烂泥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今天的口粮，后天把前厅清完，再给你送吃的。上一个杂役干了4个月，死在毒气渗进肺，烂成了一滩水。你要是怕，趁早跑，反正跑了也没人找你。单次上限7到8枚。东边少几枚，别处就补几枚。从外面看，跟没动过一样。哟，新来的，还活着呢。哼，师兄好。别叫我师兄，你一个杂役没资格。赵指示让我来拿处理清单。顺便看看有没有品相好的废丹，虽是废丹，但磨成粉掺灵土里，能肥灵甜，外面有的是人收。对了，废丹房杂役平均活不过3个月，你觉得不行，趁早跑。当然，别的地方也不一定比这儿强。3个月够了。这东西不该出现在低阶废丹堆里。吃得下的叫粮食，吃不下的叫催命符。淬骨丹，1枚淬骨丹30块下品灵石，穷修士半年的积蓄呀！药性散了7、8成，剩下的全是蛊毒残渣。但再烂的淬骨丹，骨头里也有真东西。距离炼气1层就差最后一步，吃整颗太咸，吃一半。比碎丹修10倍！炼气1层，骨密度变了，非淬骨丹的副总。炼气1层的修士，灵力流转会产生气机波动。
凡人感知不到，但修士可以。赵志是下次来查房，要是感应到一个凡人杂役身上有灵力波动，那就全完了。当年老子靠一门小术在黑市混饭吃，闭气隐匿术原理简单的很，把灵力当一口气憋住，不往外呼。散修的话未必可信，但我灵力本来就少，藏起来应该不难。不听话，硬追不行，得换个思路。封死所有分岔口，水再怎么闹，最终只能回到主河道。不算什么正经功法，但够用了。一枚翡翠古丹顶30枚普通碎丹，前厅的存货按现在的速度，半个月能修到炼气2层。后屋那些能毒死修士的高阶废丹，才是真正的大餐。上一个杂役活了4个月，我打算活得久一点。2阶，前厅全是1阶废物，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之前吃废丹，他从没这么急过。2阶丹毒浓度至少是1阶的5、6倍，半名翡翠古丹差点咬穿嘴唇，这东西该放下。拼了，吃下去！炼气2层不是没可能。太多了。毒素堵在经脉里，熔炉吞不下，再这么下去要爆体了。疏通不了，那就干完活把酸劲甩出去，蹲、起、抡、砸，别憋着。酸劲和灵力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堵在身体里出不去的东西，甩出去。有用！活下来了，但此次经脉伤了，短时间内不能再碰2阶废丹。远看像回事，近看漏洞百出，但赵指示不会趴在地上检查。
毫无暗示门缝里渗出来的一样，浓了几十倍。赵执事说的化成一滩水，就是这个。2个人前后不到1刻钟，全死了。跑出去等天亮，这是正常杂役该做的事。可气要是走了，能扛，但只是能扛。前庭的毒烟是零嘴，后无才是正餐，和吃废丹是一个道理，区别在于吃丹能控制数量，毒物没法控制浓度。拼一波！毒素涌入的速度超过了熔炉消化的速度。控制呼吸深度和频率，就能把战线拉长。这才是废丹坊的真正价值。前厅那些碎丹，只是开胃。丹田灵力7成，9成，练气1层和2层之间的臂掌就在眼前。赵执事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来处理，窗口期有限，不能再磨了。炼气2层，隔壁死了2个人，太精神了，不像快死的人。一个中了丹毒硬撑着没断气的半死杂役，这才是赵执事推门进来时应该看到的画面。醒着，赵执事，你居然还活着！隔壁2个老东西，一个化了，一个烂了，你怎么没死？不知道，弟子昨夜被闷响震醒，到处冒绿烟，弟子捂着嘴往门口爬，爬到一半就晕了，后面的事记不清了。地下的镇毒阵老化了，30年的废丹毒素压在地底。这帮耽搁的人，你在这屋里泡了1整夜的丹毒没死，隔壁2个干了10几年的老东西，身子骨比你壮3圈，死的连个响都没打。你一个20出头的瘦竹竿，反倒扛过来了。行，隔壁2个死了，他们的活得有人接。后山柴缝的劈柴和药苗的挑水，从今天起你一块干。赵执事，弟子身上……你不是没死吗？没死就能干活，吃的给你加一个馒头，多的没有。今天先歇着，明天开始。你那手套呢？烂了。这副能用半个月，半个月后自己想办法。你学得挺快。他看出我扛得住毒，新手都不是心善，是要保住我这条命继续干活。双倍工作量不是惩罚，
是试探我到底能扛多少。灵纹、阵法、符箓、法器，万变不离其源，学，慢慢学。赵执事第一天查房时翻药架的眼神，扫过某些瓶子时的一闪一灭。这个人有自己的算盘。我从棋盘上的灰尘变成了一颗能被粘起来的棋子，棋子比灰尘值钱，但棋子也会被吃掉。昨晚后屋的毒物只吃了不到30%，药架上那些老存货还在。认识这东西吗？内门炼丹堂退回来的渣子，炼3阶丹失败的产物。3阶废丹的毒性是1阶的10倍以上，正常流程要先送丹阁用中和药剂处理。中和药剂？但丹阁那帮人太慢，这项东西不能等，放久了毒气会泄出来，到时候又是上次那种动静。赵执事的意思是让弟子先处理。你不是扛得住吗？好算盘，把要配套下发的中和药剂揣进了自己兜里。赵传师，3阶的弟子怕是扛不住。扛不住就慢慢来，一天处理2、3颗，你有1个月。手套的事我知道，这2瓶淡化灵液省着点用。对了，这批东西的事不用跟别人提。弟子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弟子什么都不明白。不能急，看快就要付代价。1枚3阶的灵力，比5枚1阶加起来都多。离炼气3层不远了。是中路。烈风大响，有东西。陶片，地底下埋着更早的废丹。吃掉它！吃掉它！起
形象！只是2阶飞弹就差点要了我的命，这个东西现在还不行，绝不能让赵执事看到。等着吧，等我变得更强，强到足以吞下你。他在看我的胳膊。你今年多大？22。一个天天碰丹毒的杂役，不该越活越精神。臭就臭，命比面子重要。废坑该清了，坑底毒渣刨出来装箱，下个月单阁的人来运走。几十年的丹毒沉淀，浓度远超3阶废丹。死了大半的丹毒，聊胜于无，胜在量大。和裂缝里挖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废弹灰烬，一粒已经够头疼了，再来一粒，还真不知往哪儿藏。丹田灵力9成，又到了冲关的时候。不够！灵力还是不够。3枚同时发作，熔炉能不能扛住？不确定。停下，前功尽弃，没有退路。几位师兄有事吗？废丹厂管事杂役，回师兄，弟子是。姓名？李长生。什么时候调来的？1个月前。本堂纠察使陆玄铁，外门丹药房昨夜发生盗案，1瓶半成品凝气丹失窃，价值300下品灵石。300灵石，够一个外门弟子吃1年。戒律堂3级搜查令，人物房全查。人物房，
弟子配合。这批什么时候送来的？5天前，赵执事安排的。封印快失效了，为什么不上报？弟子不知道该报给谁。搜。废坑存毒渣的，刚清过。搜身。没有。寻灵盘，方圆3丈内有灵力运转，这根针就会有反应。有问题，要被发现了吗？心跳带动熔炉，熔炉产生波动，调整体内经脉留存。必须要切断源头才行。你怎么了？行了，把后屋那批废丹登记造册，3阶废丹不经丹阁处理就下放，不合规矩。回去查流程。起来。你叫李长生？是。之前在哪儿做事？外门杂役坊，扫地搬货。谁把你调来的？赵执事。废丹房的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你一个无修为的杂役怎么扛过来的？弟子体质特殊，抗毒比别人强一些。多强？不太清楚，赵执事测过，说够用。搜查结束，走。停心跳的办法只能用1次，用多了，要么被识破，要么把自己停死，得找别的路。戒律堂的人来过了。来过了，刚走。查了什么？全查了，人、物、房，用了寻灵盘。后屋那批丹，他们登了记。那个姓陆的说要查流程。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他问废丹谁送的，弟子说是赵执事安排的，别的没了。他问什么，弟子答什么，没多嘴。赵执事慌了，戒律堂查流程，贪墨的事兜不住。他会不会把我咬出去？我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天天接触3阶废丹，还活蹦乱跳。如果他为了自保捅给戒律堂，所以赵执事不能倒，至少现在不能。这是他违规的证据，证据在我手里，他就得继续和我做交易。蓝色纹路，外门丹药房的标识，昨夜丢失半成品凝气丹的那个丹药房。丹药房的瓶子出现在废丹房的垃圾车上，戒律堂正在全宗搜查。这时候，谁会把烫手山芋扔进我垃圾里？栽赃！有人偷了丹空，顺着线索查到垃圾塞车，垃圾车是废丹房的，我就成了第1嫌疑人。不是赵执事，他自身难保；不是陆玄铁，戒律堂没道理自己栽赃自己查。杂役头目周头，炼期4层，手下管着30、40号杂役。垃圾车也归他管。
外丹房凝气半肘陈批，铁证。这瓶子被戒律堂在这儿搜到，我百口莫辩。我习惯走右侧，直到痕在左边，靠近铰链。有人趁我不在来过院子，先确认我走了，再去石桥放瓶子，不能直接交给戒律堂。一个杂役举报炼气4层的头目，陆玄铁会查他，更会查我，也不能交给赵执事，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。傍晚巡逻的执事弟子会走这条路，陶片被发现，戒律堂查垃圾车，找到瓷瓶，追查来源，锁定周德发。整条链不需要我出面，我只是在路边丢了一块垃圾。周德发为什么要偷凝气丹？一个炼气4层的头目，偷300灵石的东西风险太大，除非他不是为自己偷的。他手下管着几10个杂役，分布在外门各处。如果有人需要一双能伸进各个仓库的手，周德发就是最好的中间人。不急，日子还长。没人注意到，意料之中。力道不大，带着犹豫，推了一下就停了。周德发，你来确认过废丹房没人。一个炼气4层的杂役头目，特地避开我这个凡人，不是怕我，是怕目击者。可你漏算了一件事，你避开了人，没避开痕迹。栽赃失败了，戒具堂搜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找到，案子成了悬案。悬案挂着，周德发不可能安心，他一定会再来，要么补种赃物，要么毁灭垃圾车上那个瓷瓶，无论哪一种，他都必须再来废丹房附近。什么时候来？不是今天，戒律堂刚搜完，明天也悬，最快后天，最迟大后天，直接动手。炼气3层对4层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算打赢，暴露修为的后果比栽赃更致命。报告赵执事，一个贪污犯只会怕事闹大，告诉陆玄铁，刮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，我需要的是一场事故。青灰毒性偏寒，挥发慢；赤红毒性偏燥，挥发快；乳白毒性最弱，药力最多。这个3种互相排斥的丹毒挤在一枚丹里，结构极不稳定，一碎就炸，释放大量灰白浓烟，有毒但不致命，一枚就能填满整间屋子，2刻钟不散。但光有烟不够，烟只能制造混乱，留不住人。这层毒渣是死的，活性极低，空气中几乎不挥发。我清理的时候刻意留了这一层，一旦接触高浓度的活性单独气体，死毒渣就会被激活。激活后释放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不伤人，但能让灵力运转速度骤降到3成，持续1炷香。一个灵力只剩3成的炼气4层修士，跟凡人没什么区别。这扇门底部翘起，推的时候会卡住地砖，必须稍微用力一顶。这一顶，震动传到门框，废丹滚落摔碎。推门，红丹坠落，热气引爆黄丹，浓烟弥漫，激活坑壁毒渣，灵力被压制。从推门到灵力被附，不超过10个呼吸。我每天进出只虚掩门板，从不用力推。但一个不熟悉这扇门的人，废丹散落各处，门框上卡了2枚，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这里就是一间年久失修的废丹房。如果出了事，那只是一场意外。听说丹药房丢的那批凝气丹查不下去了，怎么查？赵执事手底下几10号人，谁都有可能。周头说是废丹房那个新来的，屁！戒律堂搜了，什么都没搜着。那周头怎么说？周头昨天骂了半天，说戒律堂办事不力，刚说明栽赃失败，案子没结，悬在头上的刀没落下来，这种感觉最磨人。慌了的人容易犯错。第2天，没人来。第3天，还是没人。他不会派手下来，偷凝气丹这种事，知道的人越多，翻车越快。周德发是个谨慎的人，他会自己来。来了。中等身材，微胖，重心偏右，惯用右手。是你，周德发。果然去后屋。
灵力转不动了，谁在？就这点毒，赃物果然是来补中的。来人，快来人！飞弹房出事了，有人闯进来了！来人啊！杂役头目周德发，子时3刻擅闯废丹房后屋，触发毒气，随身携带丹化房标签瓷瓶3只。你没看到有人进来？没，弟子睡着了。等闻到烟味醒过来，到处都是毒气，跑出来才看到有个人倒在后屋门口。你认识那个人吗？像是周头。院里太暗，弟子看不太清，但身形像周头。像是。周德发，这3个瓶子怎么回事？我来查房。子时3刻，杂役头目来废丹房查房，带着3瓶丹化房的东西来查法。不是，那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从你手里掉出来的，不是你的。陆师兄，这是栽赃，有人在栽赃我，就是那个杂役李长生，他。李长生，一个在睡梦中被毒气熏醒，跑出来喊救命的凡人杂役，他栽赃你。张成，去石桥下的垃圾车检查车底，应该有一个瓷瓶，暗蓝标签，跟这3个一样。是。陆玄铁居然自己找到了垃圾车上的瓷瓶，有意思。半成品凝气丹，丹药房3个月前那批失窃的货，一共4瓶，3瓶在你怀里，1瓶在垃圾车底下。垃圾车在你管辖的巡查区域内。陆师兄，我冤枉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些瓶子不是我带进来的。门板左侧有新刮痕，戒律堂搜查当天你也来过这里。周德发，丹药房失窃案，人赃俱获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去戒律堂说。后屋门框上的废丹，以后收拾干净点儿，到处乱放，出了事谁担着？是，弟子以后注意。你运气不错啊！毒气爆发时你在前厅，后屋的浓度是前厅的3倍。如果你在后屋，今晚就不是喊救命了。弟子命大。周德发被带走了，案子有了着落，戒律堂不会再来，赵执事的供货渠道也还在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。赵执事后天应该会来送新一批废丹，如果运气好，可能会带4阶的来。赵执事居然提前了2天。长生，今天怎么这么客气，叫我名字？至少12枚，比平时多5枚。赵执事今天来这么早？少废话，把门关上。听说前几天出事了。是，周头半夜闯进来，撞翻了药架上的废丹，弄了一屋子毒气，弟子差点被熏死。弟子命大，当时在前厅睡觉，毒气主要在后屋，跑出来的时候吸了一些，咳了2天，现在好多了。你没事？长生啊，你觉得自己在废丹房能干多久？弟子不知道，赵执事让弟子干多久就干多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换个差事？赵执事不是好心人，突然替换差事，必然有所图。弟子当然想，但弟子没有修为，能换什么差事？聚灵丹，1阶丹药，成屑大体，成色中下，但确实是成品。认识这东西吗？弟子不认识。聚灵丹，1阶丹药，1枚50灵石。我在准备1阶炼丹师的考核。你是带我归的网方代购货3年，后来被连续5次考核不过，不要去管杂物。但我这些年没停过，私底下一直在练，技术比3年前强了不止1倍。
我缺的就是最后一步，开颅实操。我需要一个帮手。你在废丹房待了1个多月，中了3次毒都没死，说明你的体质比一般人扛得住。如果你帮我把这件事办成，我保你一个外门的记名弟子的名额。替他抗炸炉毒气的人，这赵执事果然不是好心。回去想想，过2天我再来找你。对了，布袋里的废丹这次给你加了5枚，都是3阶的。12枚全是3阶，其中2枚是3阶废丹里的高品。赵转是在为我，在之前先养肥。是药童子这个差事可以接，但条件不是赵执事开的条件，而是我的条件。这毒比之前的猛烈10倍。要么压缩，要么溃散，拼了！炼气4层成了。我的无感。这就是炼气4层。周德发，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层次了。等等，这个声音是呼吸悠长，远非炼气修士可比。筑基期，有人在监视我。不是周德发的同伙，巡逻弟子更不可能有这种修为。陆玄铁，不，感觉更强。他到底是谁？一刻钟了，他就这么站着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走了，不是刻意压制修为。监视废丹房，不是在监视我？难道我的秘密被发现了？不想了，当务之急是适应炼气4层的力量，然后噬药童子。赵执事，你的3阶废丹已经喂不饱我了。赵执事叫你过去，现在？现在？这都亥时了，少废话，给我走！进去，赵侍卫在里面。门别忘了关上。清水蓝炸炉的丹渣，赵爵士，你果然在这里私炼丹药。还有别人来过。关门。隔音禁止，果然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。你来看看，认识几种？弟子不认识。哼，你不需要认识。我炼丹的时候，你就站在这里。不用动，不用说话，站着就行。距离炉口不到3尺，如果炸炉了呢？炸炉了，你挡在炉口前面。肉盾，连噬药童子都算不上，他要的是一面活的肉盾。单独先冲你，散开之后浓度会降低。我在你后面，够时间运功护体。外门记名弟子的登记预检。名字还没填，这是聚灵丹3枚，值150灵石，提前给你，算定金。炸炉时的丹毒浓度至少是废丹房的30倍以上，对凡人是穿肠剧毒，对我却是无上大补。弟子怕死，但弟子更怕一辈子当杂役。赵执事，弟子什么时候开始？明晚。长生。赵执事，今晚要炼什么丹？极品毒丹，这气味比废丹纯粹100倍。半部破障丹，本来要炼1阶破障丹，炸了半炉，
这是唯一成型的一颗。这是什么？它是毒药，剧毒，吃了它。您不是说让我挡炸炉吗？怎么让我吃毒药？我不干了，外门名额我不要了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3个月前，我找过一个杂役秦三，他吃了一点粉末，只坚持了1炷香，整个人爆开了。现在2个选择：第一，吃了它，你中了3次丹毒都没死，活下来的机会比秦波大；第二，我现在捏碎你的喉咙，选一个。炼气6层杀我比捏死蚂蚁还欠揍，更何况这对别人来说是剧毒，对我却是大补。我吃。好，让我看看你的命有多硬。痛，毒液直接冲进血液了。发作的这么快，看来还是不行。终究是个凡人。没死，熔炉动了，毒液全被扯进去了，转化成了灵力。果然还是死了，又得重新找人。活的，脉搏还在跳，半个时辰了，他居然逃过了半步破障丹的毒发期，万中无一，绝对的万中无一，这是天生的抗毒体质，完美的噬药顶炉。回春丹，你这点灵力，连我的经脉都填不满。赵执事，你活下来了，长生，你活下来了。我没死，外门名额给你，全给你，只要你帮我把这炉丹炼成，真传弟子的名额我也给你想办法。多谢执事栽培，长生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这些废丹里残留了大量药力，你每天吃1颗，能吊住命。以后我炼出来的废丹全归你，只要你明晚能站在这里。多谢执事。加3两清水兰。来得好。稳住，别乱动。该死，火候又大了1分。命真硬，起来吧。这是今天的赏赐，吃下去，明晚继续。多谢执事。爽，体内的灵力已经完全炼化，炼气4总巅峰。赵执事的存货快见底了，他买的药材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明晚他肯定要开那一炉主药。长生，今晚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弟子明白。起！开河！控温！狂暴的火属性灵力。第2河！压住！给我压住！水火2种药性冲突太剧烈了，他压不住了。好，就是现在！第3河！不好！炸炉了！来吧，来吧！火毒被熔炉扯进去了，剩下2成放进静脉做伪装。救命！火毒清理干净了，炼气5层的屏障随时能破。赵执事，您这炉丹炼得可真好啊！